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周末，跟一个朋友到我们河边来钓鱼。珀斯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其实钓鱼的话很方便，随便找一个地方开车10分钟就可以钓鱼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没有收获好，今天带我来钓鱼的就是我这位大哥熊哥，他是非常热爱钓鱼的把我们珀斯很多河钓的地方都走遍了，然后他最后总结这个地方非常好。你在这里钓鱼多少年了，熊哥？在这里钓鱼钓了多年了。多少年了？钓了6、7年了。6、7年了看一下这边环境挺好的。到 City 的话，这里开车也就10分钟，从家里面开过来的话也就20分钟。这个是什么饵啊？这个是沙丁鱼。沙丁鱼。这里一般钓的是什么鱼，熊哥？我们说这个是鲤鱼吧？鲤鱼鲤对啊，就有点像那个鲫鱼，对吧？是啊，澳洲鲫鱼。这个下的太小了，丢回去。这个我们这里钓鱼的话都有尺寸要求的，然后太小了的话就丢回去。你经常过来钓鱼吗，熊哥？是啊，有空就过来钓鱼了，就是那个休息这个节假日就过来钓鱼，这舒服嘛，空气好。你来那个熊哥，你家里面是广东哪个地方的？广州市非常漂亮。我在广州也待过几个月，还好吧，就是个城市，就是比较热闹一点咯。那你是哪一年到的澳洲，熊哥？我07年来到这里的。哇，那来得很早没有了，还好吧。那当时是为什么会想到来澳洲呢？在中国这么多年了嘛，就出来走一走，看看世界，这样有一个心这样想嘛，就有一个机会，就是技术移民就搬了过来这样咯。你是那时候先是过来工作我们搬过来就是技术移民过来的嘛。直接就是那时候。是啊。那时候应该很简单，对，简单很多那个时候就有雇主担保，你就可以过来了。就是我们在中国就做厨师的嘛，就是那个资格证什么厨师证都有了嘛，就是办起来就很容易，方便很多了。你本来熊哥你在中国本来就有厨师证，是从事这个行业的。对啊。那时候的话，你像现在澳洲过来的话，都必须要，比如说考雅思英语4个6 4个5，那时候完全不需要不用的，那个时候不用英文的。那时候只要你愿意过来，是啊，有雇主担保，你就可以过来了。那个时候在07年、08年的时候过来的话，相对的话，在澳洲的收入肯定比中国要高很多，比中国。那时候07年、08年，可能一个月能挣个5000、1万都算很高了你说是在中国人民币吧？对，差不多吧，那个是。在这里就不同了嘛，来到这里因为那个兑换那个外汇就比现在高很多嘛。那个时候是100块澳元兑那个600多块人民币嘛。那时候在澳洲你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？拿个5000、6000可以吗？差不多吧。你算那5000、6000的话，就算下来那得一个月3万人民币，那很高了，几倍啊！而且那个时候熊哥那时候你来的时候房子应该很便宜，澳洲都不便宜的，就是很贵的时候了。就是说大概一套房子多少钱？在我们珀斯的话，你当时来的时候07年、08年，平均都40多50万的一套房子。以前这么贵啊？是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是最贵的时候那个时候矿石很好做嘛，那个时候跟中国那个贸易，因为铁矿好做的时候，就把那个房地产推上来了。那你当时从中国过来的话，在澳洲，你觉得中国工作辛苦一点，还是在澳洲？那当然是澳洲辛苦了，密度大，因为这里人少嘛，就是说一个餐馆它的配置是没有在中国做那么齐全的嘛，就每个就是岗位都有人的嘛，这里就一个人就做2、3个岗位的工作，这样做起来密度又大，所以就像说它有它的价值在里面的嘛。
对，我好像感觉也有这个感觉。澳洲的话，因为人工比较贵嘛，对啊，就是说没有说你工作的话有很多时间去休息，大部分你工作大概8个小时、10个小时的话，基本上都是休息的时间也不多。是啊，一个星期休息1天这样了。那你对你做那个餐饮行业是时间比较长一点。对啊，都是10个小时吧，就是做，在中国也是做10个小时的，不过在中国的密度没有那么大，就人多嘛，就是说每个岗位都有1、2个人这样，对，所以做起来就虽然是那个生意好，也是人多，就解决问题就很好。那熊哥，你经常回国吗？我1年就可以去1次吧，就是说餐馆它要休息的嘛，就1年就休息3个星期，我就3个星期就肯定回中国1次这样了，每年都回去的。那还是从这边回去还是很方便嘛？做广州的话就是啊，就是刚来的时候就南航没有开的情况下，就坐国泰吧，去香港再回广州，这样麻烦一点哦。现在就南航开了之后就非常方便了，直接直航就回到广州了。对，那你现在在澳洲也待了大概有10几年了，你也每年回国，你觉得在两边的话，你觉得有什么对你来说的话，哪边更喜欢一点？怎么说呢？就是说在广州就中国嘛，这怎么说都是自己的家乡，是吗？就是每年也要回去看一看自己的亲朋戚友啊，就是说爸爸妈妈啊、兄弟姐妹都在中国那边，所以说在这里住久了也想回去，这样在中国待久了也想回来这里，就两边都是很好的，就两边走。对，那你熊哥你的孩子也在这边吗？熊哥？是啊，我2个女儿都在这里啊。都在这边成家了，你也大女儿就成家了，小的还在读书。对，所以说其实现在也很方便哈，就是每年有时间就回国。是啊，就是很方便，很方便。就机票也不贵啊，就几百块澳元就是来回了，都不用1000块。对，有时候便宜的时候，我记得3000、4000，你回广州还便宜，差不多3000、4000人民币。我最便宜的时候就650已经回到广州了，来回机票而且澳元。而且我们珀斯还好，现在有直飞广州嘛哈，每周有2个航班，也就8个小时，比悉尼、墨尔本回去还要快。对啊，7个多小时就到了，所以很方便。在珀斯最好是没有时差，跟中国的一样的北京时间，那是最好了。这里天气4季都分明，很好，就是这个空气也好。对，我们那个珀斯的地中海气候嘛，跟阿德莱德算比较好过。因为广州我在广州也待过3个月，我觉得广州就夏天就很热，潮湿，湿度太大了。对，就是那个空气不好，就是我们也住了这么多年，有一点也不习惯了。现在回去广州，而且以前我好像也听过，熊哥好像你当时就是也是当时这边人家老板缺人嘛，就是雇佣你过来到澳洲来，你当时还不是很想来的哈，我记得。对啊，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。就怎么说呢？就说那个朋友过来，他就没有申请，这申请的没有批的他了嘛。就是说现在这个老板呢，就是我的朋友来的。他说，既然你的朋友都来不了，就是说你申请一下，看看可不可以吧。我就一申请就很幸运了，2个多月都批了。所以怎么说呢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。就上次我记得你讲嘛，就是那时候来了也准备就是去工作一下就回去的，结果呀，然后来了就拿这个身份也很容易就拿了嘛。跟现在完全不一样，现在好多人为了移民澳洲，你看就难度这么大，不管是投资移民还是技术移民、雇主担保什么的，门槛完全不一样了哈。以前就比较容易嘛哈。对啊，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说呢？是很偶然的机会就来了这里呢，就是说来这里看一看，适应一下环境，到处走走嘛，全世界也走走，这个想法来这里的。就本来没有打算留在这里的就是说做了2年之后就可以申请那个 PR 嘛，永久居留。对，既然来了就申请吧，看看批不批吧，这样嘛，就是偶然机会他就批了嘛，就是怎么说才好，很容易哈，很容易就批下来了，批下来之后再继续在这里工作了，是吧？在这里也很好啊，就慢慢的适应了嘛，适应了就爱上这里。但是有很多人来的比较早的，熊哥，有的人就觉得在那个时候07年、08年的话，如果在中国发展自己做生意的话，好像有很多人就觉得好像也能挣不少钱。如果说发展的好的话，好到这里的话就比较平稳一点。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看？就是你觉得你有没有后悔过，就是当初留在澳洲了，或者说
那时候应该就留在国内发展。这个问题嘛，怎么说呢？这没有什么后悔的。就是我来澳洲是本来就本着那个是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，了解各个地方的烹饪啊，就是说厨房怎么制作，就想多了解一下，就每个国家的那个厨房的制作的那个过程的，是凭着这个心态去了解澳洲这个地方。对，相当于说，其实你也是非常爱好你的工作哈，你也比较花时间去钻研，然后你到国外也是为了就更多的就发扬自己的爱好，让多学多看多走啊，丰富了自己的知识。我记得熊哥，你那个前2年好像你们还回国去发展了一下哈。对啊，回中国这感觉怎么样？怎么说呢？可能是来这里有一段时间吧，就回去中国办事的时候，好像有点脱节了，就是有点不适应中国那个节奏了，已经开始。因为在这里生活就很悠闲、很慢的嘛，什么都是什么都有准备啊，很慢的速度这样办事的，所以回到中国有点不适应了。现在，当时我记得你是在我们重庆嘛？重庆你们是开了一个酒吧还是？对啊，在重庆开了酒吧嘛。酒吧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离开了中国就是有一段时间，我也不是重庆人，就是说有点脱节啊，这怎么说？就是其实也因为中国就是说各种的那个竞争比较激烈，节奏比较快啊，跟澳洲完全不一样嘛。是啊，应该是这样说的。对，完全不同的。各行各业都是非常非常竞争激烈，竞争很大。所以说就是在这边待了时间长了以后，回去还是有点不适应哈。对啊，有点不适应，因为这里很悠闲嘛，就是说这个节奏啊、生活啊都是很悠闲的这样子这个状况。在中国就不同了，就很紧张。就是说生活起来就什么都急急忙忙的这样赶，这样就没有澳洲这么好了。但是生活还是比较丰富哈，比方说要去吃个宵夜呀、玩啊、喝酒啊什么的，还是很好。大城市嘛，在中国呢，就怎么说呢？这一方面呢也是很好的，在中国就是如果就是你过了一段这个繁华的生活了，又想要回到澳洲享受一下清静的生活，这样就比较好。就对于我自己来说，所以就喜欢的两边都住一段时间，是最好的。对，这样也挺好啊，两边都待一会儿，想一会儿可以回国，一会儿就在澳洲待一会儿。对啊，因为是两个不同的生活方式嘛，一个是热闹的，一个这里在澳洲是很悠闲的生活。好，今天非常感谢熊哥给熊哥聊了一下关于熊哥的故事，在钓鱼。今天我们的收获现在也不知道。好，非常感谢大家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、点赞、分享、转发。拜拜，拜拜，欢迎来澳洲珀斯，拜拜，拜拜。